每年夏天，总有一大批人变身成为空调校的信徒，他们穿着背心大裤衩躺在空调房里，嘴里还念叨着空调你是我的神。别以为古时候夏天能比现在凉快多少，唐贞元年间、南宋绍兴年间都曾有热灾旱灾发生。在200多年前的北京，高温就已经高达44.4度了，整个华北地区都完全进入烧烤模式，被热死的人也不在少数。这大热天的，古人总不至于还穿着里3层外3层的长袍短褂吧？其实，大约从南北朝时期开始，有仪式感的古人就会在端午节集体换穿夏装。这天，宫中要向皇帝进献夏季御服，皇帝也要赏赐群臣用特定面料制作的清凉服饰，民间则是在这一天收起春装，改穿轻薄的衣裙。夏服所用的面料一定要透气透汗，所以轻薄如云烟的纱罗织物是古人的上选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，重量甚至不到1两。绮罗仙侣献肌肤，美人睡起袒缠纱，照见碧钗红肉影。诗词和古画中描绘穿纱衣的美人居多，不过纱衣也并非女子的专利。白居易担心好基友元稹在通州中暑，就特意寄了青似雾薄于云的纱衣给他。别嫌这衣服薄，我害怕你在通州热坏了。之后，白居易收到了元稹回赠的绿丝布轻绒纱，他试穿了之后说颜色好看，就是人老了，驾驭不了这种风格了。听了这话，元稹又回诗：哪里老？我都想象到你穿着这衣服骑马的样子，一定很帅气。这几件纱衣见证了2人的友谊。不过，纱在古代是比较昂贵的材料，棉纺织也在宋明之际才广泛传播。普通老百姓夏天一般穿葛布和麻衣。自先秦起，中国人就开始依靠凉爽又透气的葛布度夏。韩非子记载，上古尧帝的服装就是夏日葛衣。白居易在《夏日作》中也写道，拥有一件葛衣，便可安然度过夏天。杜甫在45岁那年的端午节，曾收到过来自御赐的细葛，喜出望外的他还写了首《端午日赐衣》，皇上赐给我的细葛是多么柔软，手感就像微风拂过，大夏天穿上它一定非常凉爽。这时的杜甫经历了国破山河后，重登仕途，也不怪乎他这么激动。另一位唐代诗人杨巨源夸奖御赐的夏装时也相当浮夸，他形容夏衣的轻薄时说，这衣服微风一吹就舒展开了，单单放在柜子里就已经让人感觉到凉爽了，能直接逼退夏日的炎热。天工开物中，夏服一节还专门介绍了苎麻、葛、荇麻、芭蕉所成的纱布。江西临川上饶的巧匠曾发明一种行骨纱，将芭蕉青丝与蚕丝混纺，比一般的布料更加清透柔软，夏月衣之，清凉适体。当时的时尚弄潮儿们将行骨纱做成的外套叫太清氅，短衫叫小太清。古代还有一种竹衣，可称之为避暑神器，把凉席穿在身上，想想就凉快。不过无论是纱罗还是葛布、胶布，因为质地轻薄又是半透明，所以人们只能在家闲居时直接穿。如果要出门办正事儿，只能在纱衣下再穿一套密实不透光的衣服，就算是热，古人也只能有口难言了。对月当歌，飘逸若仙，潇洒豪迈，这是其他季节的李白。但到了夏天，耐不住热的李白就会逃到深山中。再之后，如诗所写，在没人的深山老林中，他裸奔了。其实，在不伤风化的前提下，不穿衣服也不失为一种对抗高温的好方法嘛。得有把天地当房子，把屋子当衣库的强大心态。还要反问看见此情此景挤笑自己的路人们：诸位为何要钻进我的裤子里？